向东，歇会儿吧，你今天干了10几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这个月多干点儿，雨薇下学期学费就够了。你妹妹又要钱了？她说学校要买电脑，还要交资料费。大学生嘛，用钱的地方多。向东，你别怪叔多嘴，你一年到头在工地拼命，你妹妹真知道你过得这么苦？她知道不知道都不重要，她好好读书就行。爸妈走得早，我这个当哥的，不供她谁供她？你这人啊，就是把妹妹看得比自己命还重。陈向东，这季度赶工奖金，你干活最拼，3万块。3万？对，别全给你妹妹，给自己也买点好的。这电脑得1万多吧？雨薇说他们专业要用，我不懂这些，但别人有的，她也不能少。那你自己呢？你那双鞋都开胶了。我在工地穿，坏了也不心疼。她在学校不一样，女孩子不能让人瞧不起。脸面不是靠钱堆出来的，这是学费，这是下个月生活费，这是她说的资料费。你去之前换身衣服吧。不用，我是他哥，又不是外人。这是哪个工地来的？不会是来修学校的吧？你来干什么？这丫头肯定是惊喜到了。雨薇，雨薇，他谁啊？雨薇，哥给你送东西来了。我不认识你。雨薇，你说啥呢？我是哥啊。他认错人了。雨薇，你不是说你哥在外地开工程公司吗？怎么你这个哥看着像工地搬砖的？你家不是很有钱吗？一个月给你几万零花呢。雨薇，什么开公司啊？哥就是在工地干。闭嘴！你能不能别在这里乱说话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你。雨薇，哥给你买了电脑，还有你说要交的资料费、学费，哥都带来了。资料费、学费，雨薇，原来你的钱都是这个工人给的，你有完没完？这也太土了吧！还有人在装东西。雨薇，你家工程公司挺接地气呀，让你来学校的，你穿成这样不嫌丢人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来回我？回你？我在学校好不容易才交到朋友，好不容易才让别人觉得我家里不穷，你一来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个农民工哥哥了。我穿成这样，是因为我刚从工地给你挣学费回来。可你这样真的很丢脸。你以后别来学校了。雨薇，哥只是想看看你。你说学校要电脑，要资料费，哥刚发奖金就给你送来了。你知道我在这里多难吗？他们家里都很有钱，他们用名牌吃高档餐厅，随便一个包都几万。我要是不装得像一点，他们根本不会带我玩。你来学校是读书的，不是来攀比的。你一个农民工懂什么？你知道大学里的人怎么看穷人吗？你知道我为了不被人瞧不起花了多少心思吗？所以你就说你哥开公司，说家里有钱，说我不是你哥。我只是想体面一点。你的体面是拿哥的血汗钱堆出来的，你背的包，你请的饭，你说的零花钱，哪一分不是哥在工地上一袋水泥一袋水泥扛出来的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你越说，我越觉得丢人。原来我这些年不是供你读书，我是供你嫌我丢脸。雨薇，还走不走啊？你不会真跟这个工人认识吧？陈先生，既然您是陈雨薇的哥哥，我就直说了，他这学期情况很不好。不好，他不是说拿了奖学金吗？还说要参加竞赛，让我打了报名费。奖学金？陈雨薇这学期挂科4门，旷课27次，综合排名全班倒数第3。不可能，他跟我说天天在图书馆，他说老师推荐他考证，他说他学习压力大，让我多给点生活费。问题不是缺钱，是他一直在逃课、聚会、高消费。我们多次联系他本人，他都说家里会处理，可他填的家长电话是空号。还有一件事，他上学期学费拖到最后一天才补清，但据我了解，那段时间他并不是没钱，而是在外面高消费。这是他近3个月的出勤，
周一、周三上午他经常缺课，还有几次他用家庭困难补助材料为理由请假，但后来我们发现材料不完整，也没有继续提交。他找我要过补助材料的钱，说要交证明、盖章、拍照，我给了2000。学校补助申请不收任何费用。宋老师，这些哪些是真的？至少我能确认，竞赛报名不存在，补课费不存在，资料费也没有这么高。至于电脑，现在他确实可以用，但继续无底线给钱，不是在帮他，是在纵容他把谎越撒越大。宋老师，如果我不直接给他钱，只把学费交学校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雨薇，你哥不是报工程的吗？最近我那个项目还缺2万，你让你哥转点呗。他最近可能有点起疑，今天还跑学校来了，丢死人了。就是那个工地工人，雨薇，你真该早点说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富家女呢。怕什么？你哥一个农民工，哄2句不就转钱了？你就说不上学了，看他怕不怕？他最怕我不上学。哥，陈雨薇，你就是这么读书的？雨薇，这就是你那个一哄就转钱的农民工哥？你穿的什么东西？给我换了去！雨薇，你不是说你哥开工程公司吗？这看着像刚从工地搬完砖啊！赵凯，你别这么说，人家说不定是体验生活呢。你为什么跟踪我？我不是跟踪你，我是想知道哥给你的学费、资料费、竞赛费到底去了哪儿？挂科4门，旷课27次，班级倒数第3。你告诉我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好读书？你凭什么查我？你又不是我爸。爸妈走的时候你才多大？这些年是谁供你吃饭？是谁给你交学？是谁15岁辍学去工地供你上大学？你别说了，你非要让我在所有人面前丢脸吗？我今天在校门口被你不认，被你骂丢脸，现在你还觉得丢脸的是你？行了，家务事回家说。今天这桌酒水雨薇请客，你这个当哥的既然来了，就把账结了吧。您好，本桌消费一共6800。6800？我回头还你。一瓶酒2800，果盘800，包厢费1200。你跟我说学校资料费3000，你连饭都舍不得吃，不就6800？雨薇，家里不是做工程的，你这个哥不会连这点钱拿不出来吧？你拿过他多少钱？你什么意思？都是我给他说的学习经费，你用我在工地流干净的钱，喝酒买手机装少爷，你也配像我农民工？钱是他自愿给的，关我什么事？那你以后也别惦记他的钱了，因为从今天起他没钱给你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给你1分钱现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疯了？你不给我钱，我怎么上学？学费我直接交学校，住宿费我直接交学校，饭卡我直接充值，生活用品我可以买，但现金没有。你这是控制我！以前你骗我才是被控制的人。你说资料费我转，你说竞赛费我转，你说不上学我怕。陈雨薇，我不是你哥，我是你提款机。我是你妹妹，你不供我谁供我？我是你哥，所以我还愿意供你读书，但我不是傻子，所以我不会再供你骗人。这桌不是我吃的，谁点的谁结。陈雨薇，你不是说你请吗？雨薇，这点钱你不会真拿不出来吧？陈雨薇，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哥，但从今天起也别再认我的钱。那您能给张我去换身衣服吗？小姐，您这张卡余额不足，要不要换一张？雨薇，你不是说今晚你请吗？你家不是做工程的，6800都刷不出来。他刚才不是还说他哥很宠他？该不会那个工地哥真是他亲哥吧？赵凯，你先帮我垫一下，我明天就还你。我垫？不是你说今天为了赔罪，你请大家的吗？我哥突然不给我钱了，等我哄好他，他会转给我的。你不是说你哥开工程公司，手底下几百号人吗？怎么现在变成要哄一个农民工转钱了？你别这么说他。怎么，现在又认了？刚才在校门口不是说不认识吗？小姐，账单需要现在结清。刷我的。不过陈雨薇，今晚这钱算你借我的，6800，明天中午之前还我。哎呀，今天真刺激！第一次见富家女刷不出6800，也第一次见有人把亲哥说成工人。陈雨薇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钱？我哥明天会给我的。你哥已经说不给现金了，你没听见？他只是生气，他从小最疼我，只要我哭一哭，说我要不上学了，他一定会心软。那你赶紧哭，别忘了你还欠我手机分期，还有今晚这6800。赵凯，我给你买手机是因为你说喜欢，你现在怎么能说是我欠你？转账是你自己转的，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你别出事了就赖我。曼妮，等等我。哥，对不起，能不能转点钱给我？我真的没钱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
辅导员办公室。哥，你非要在这里谈吗？有什么事儿不能私下说？你查我，是我终于开始查我的钱去了哪。你哥哥今天来是为了和学校确认后续资助方式，他没有说不让你读书，但他要求以后学费直接交学校账户，住宿费直接交学校账户。那生活费呢？每个月800。800够干什么？我室友一顿饭都不止800。那你以后别跟他们吃，食堂1顿10几块，800够你吃饭，水电日用品不够可以列清单，我看过后买给你，但现金没有。你这是救我，让我在同学面前活不下去。你在同学面前活得下去，是靠我在工地上活得不像人换来的。换成别人骗了我10几万，我早报警。陈雨薇同学，这是学业预警通知，如果上学期再挂科，可能会进入留级预警。我知道了。知道没用，我今天把话说清楚。第一，学费我直接交学校；第二，生活费每月800，打到饭卡和校园卡里不打现金；第三，额外费用必须有学校盖章或老师确认；第四，再撒谎要钱1分钱没有。你凭什么这么管我？你又没读过大学，你知道我没有钱会被人怎么看吗？我不知道大学里人情往来多重要。我只知道我15岁辍学那年，别人都在教室里读书，我在工地搬砖。我只知道我一天干12个小时才够你一顿酒钱。我还知道你嫌我丢脸的时候，我正拿着刚发的奖金想着给你买电脑。陈雨薇，你要体面，可以自己挣，别拿我的血汗钱装富。雨薇，谈完了，你那个工地哥哥怎么说？下次还请我们吃饭吗？跟你没关系，别装了，昨天的视频都传开了。你那个哥哥背着蛇皮袋来学校给你送乳鸭和旧衣服，挺感人的，就是和你富家女的人设不太配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今晚请大家去日料，我可以帮你解释，说他真是你家工地工人，怎么样？我今天没空，没空还是没钱？雨薇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是你哥啊。谁发的？视频是别人拍的，我只是让大家看清楚真相。怎么？你不是说做人要坦诚吗？你删掉！凭什么？你装富家女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雨薇，其实你家境不好也没什么，但你没必要一直骗我们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哥确实在做工程。做工程和搬砖是一回事吗？你自己心里没数。要什么？要这个。哟，雨薇也吃食堂啊？你不是食堂油烟味重，只有穷学才吃？我想吃什么是我的事，当然是你的事儿。不过你那个老板哥哥怎么只给你充500饭卡？富家女混成这样也挺励志。对了，你这个包我找人看了，高仿，1000多买的吧？你不是说专柜3万8吗？包也是假的。他以前真把我们骗惨了，关键他还看不起别人穷。真断了。断现金，学费还是交。他要是真读书有功，他要是继续骗人，我1分不给。报名吧，你手稳，肯吃苦，别一辈子只卖力气，学技术，考证。你妹妹靠不住，你得靠自己。报名费3000，以前你妹妹一个假竞赛费就5000，现在3000花自己身上，心疼。心疼，但也该疼一回自己。中午前还钱，别装死！你不是富家女吗？还不上我就发论坛，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赵凯，你能不能宽限几天？我哥现在不给我现金了。你不是说他最怕你不上学吗？哭啊闹啊，说你要退学，反正你以前不都这么干？赵凯，我以前给你花了那么多钱，你现在一定要逼我吗？那是你自愿，陈雨薇，别怪我现实。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说你家有钱，现在你告诉我你哥就是个搬砖的，那咱们就按账算。雨薇，要不你去找辅导员，这种可以处理的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解决。赵凯，我们单独谈。那你又不是外人，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那6800我会还，但你不能发论坛。什么时候还？我会去兼职。兼职？你之前不是说兼职是没本事的人才干的吗？苏萌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是你先骗我们。你拿着你哥搬砖的钱请我们吃饭，装得像大小姐，现在装不下去了就说别人过分。还有我那手机分期，你最好一起处理，不然我不保证自己会发什么。你们以前不是这样对我的。以前你有钱，现在你没有。召开你发论坛，这件事必须留证。如果涉及诱导借贷和恶意传播，学校会介入。可是这些钱确实是我自愿花的。自愿花钱不代表别人可以你，但你也要承担自己虚荣消费的后果。我知道。哥，宋老师，你说他遇到借贷纠纷，让我来一趟。哥，你能不能先帮我还了？赵凯说要发论坛，我真的怕丢脸。当初你在校门口说不认识我的时候，怕我丢脸吗？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现在不是知道错，你是怕别人把你的谎揭开。赵凯威胁你，我陪你报警，陪你找学校，欠的合理部分自己打工还。如果有诈借、诱导借贷，该走程序走程序，但我不会替你一把还清。我不能让你觉得撒谎闯祸之后哭一哭，哥就会兜底。
我走了，学费我明天直接交，饭卡每周充1次。赵凯的事儿，宋老师会陪你处理，你自己也要去做笔录，整理证据。哥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我没有不要你，我只是不再养废你。哥，你下次来学校能不能换身衣服？陈宇威，我身上的灰是给你挣学费沾上的，你要是还嫌丢脸，那我以后不来就是了。是不是你发的？我只是转发，论坛又不是我开的，怎么敢做不敢让人说？你删掉！你凭什么把我哥照片发出去？现在知道那是你哥了。校门口你不是说不认识吗？陈宇威，你别这么双标，用他的钱时他是你哥，别人看见他时他就是工人。我想让自己过得体面一点，我有错吗？你当然没错，错的是你哥，他就不该穿工地服来拆你台。看啥呢？学校论坛的事儿我也听说了。周叔，我以前总想着，只要我多吃点苦，他就能少受点委屈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身上这灰不脏，脏的是他那颗虚荣心。明天培训第1课，别迟到。以前你把钱都填给你妹妹，现在也该给自己填点本事。以后我不光要能挣钱，还要让人知道，工地上的人也不是谁都能看不起。喂，哥，论坛的帖子你看见了吗？你就去帮你不是我亲哥，说你只是我家以前的工人，不然我以后怎么做人啊？陈宇威，你要我继续帮你撒谎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没办法了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真的会被他们笑死。那你就告诉他们实话，我是你哥，我在工地干活，我15岁辍学供你读书，你那些包、庞局、酒吧账单都是我扛水泥挣来的。你非要逼死我吗？逼你的不是我，是你的谎。陈宇威，6800什么时候还？赵凯，你找他要没用，得找他那个工地哥，他的钱不一直都是他哥给的吗？苏曼妮，你别太过分！我过分？陈宇威，你以前拿我们当朋友吗？你拿假包骗我们，拿假家世骗我们，拿你哥血汗钱装富，现在装不下去了就说别人过分。安静，赵凯、陈宇威，你们下课后到我办公室。你哥交学费了，那你更该有钱还我。大伯，我哥不管我了。我在学校被人欺负，他也不帮我。他说以后只给我交学费，别的钱都不给了。他是你亲哥，他不管你谁管你？你爸妈走的时候把你托给他，他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想甩掉你。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这样，他还在辅导员面前拿成绩单羞辱我。我去亲戚群里说，他陈向东再苦也是哥哥，供妹妹读书是天经地义。怎么了？这些亲戚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他们怎么不掏钱？你要发出去？他们既然要评理，那就让他们看看理在哪儿。我15岁辍学打工，供他吃饭、穿衣、上学。我不是不供他读书，学费我已经交给学校，我只是不再给现金。谁觉得我狠，可以接手他的生活费，我把学校账户发给你们。向东，大伯不知道这些，宇威这孩子是该管管了。你哥1年挣18万，给你花16万。哥有钱，你别省。你读书重要，缺啥跟哥说。本周饭卡充值200，生活用品缺什么列清单。赵凯的事找辅导员和学校处理，不要再找亲戚哭穷。其实你哥还在管你，只是不想再被你骗了。他是不是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疼我了？饭卡不能提现，卖给别人不就行了？饭卡还有钱？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欠我的6800还有手机分期，你哥不给现金，那就换个法子。那边有人收饭卡余额8折，饭卡不能提现。你卡里200，能换160现金。苍蝇再小也是肉。那是我哥给我吃饭的钱。现在知道那是你哥的钱了。你以前给我买手机、请我喝酒的时候怎么没想过？今天先还我160，剩下慢慢还。你要不还，我下午就把聊天记录发论坛。转给我。赵凯，你是不是从来没喜欢过我？你以前有人设，现在你人设塌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喜欢？
焊接不是蛮力活，温度、角度、电流、焊缝质量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。靠力气能吃一时饭，靠技术才能吃长久饭。听懂没？一半也行。回去我再教你。你以前把自己全耗在妹妹身上，现在把这股劲儿用在自己身上，不会差。又出事了，饭卡也卖了。你哥哥给你充值饭卡是为了保证你基本吃饭，你把饭卡余额出售换现金，这是在继续逃避问题。我欠赵凯钱，他逼我。他逼你卖饭卡，你就卖。以前他说喜欢手机你就买，他说请客有面子你就请，你到底要被他逼到什么时候？陈雨薇，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脑子？哥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怕他发论坛，我已经被笑成这样了，我不想更丢人。你还是怕丢人，不是怕做错事儿，不是怕伤害我，也不是怕浪费钱，你只怕别人知道你做错了。从今天起，饭卡不再一次充，吃食堂，每天早中晚我按餐次充值，控制现金，生活用品由宋老师帮忙登记，我直接买，现金1分没有，彻底断供。你这样我怎么活？你想要酒吧、名牌、请客、体面，自己挣。还有赵凯威胁你的证据，自己整理，宋老师会帮你，我不会替你还钱，但我会陪你把他该担的责任追到底。雨薇，你还好吗？不好，我现在才发现我以前说话这么难听。哟，论坛女主角还在呢。陈雨薇，你以前真是厉害，一边嫌哥哥丢脸，一边拿哥哥当提款机，这脸皮我都佩服。你满意了吗？别怪我，帖子是赵凯发的，你要怪就怪自己没钱还要装富。我骗我哥不对，但你明知道我是靠哥哥的钱撑着，还一次次怂恿我请客买单送礼物。你不是朋友，你只看我有钱的时候把我当冤大头。晚了。赵凯把涉及你个人隐私和借贷信息的聊天记录公开到论坛，已经涉嫌恶意传播。如果其中存在威胁还款、诱导借贷，也可以进一步处理。但陈雨薇，你也要明白，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钱也是你自己转的，学校可以帮你处理赵凯掉你的消费责任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兼职，赵凯威胁我的部分，我配合学校处理，我不找你要钱了。记住你今天的话。哥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我不讨厌你，我只是不能再像以前就是对你养宠你。现在我知道，那是在把你养坏。陈雨薇，你哥哥还愿意坐在这里陪你处理问题，已经是很难得的事儿。你要珍惜的不是他的钱，是他到现在还愿意管你。陈雨薇，你敢告我？是你先威胁我，也是你先把聊天记录发出去。你装什么受害者？钱是你自己花的，不也挺愿意吗？对，我虚荣，我蠢，我拿我哥的钱装富，这些是我的错，我会还钱，也会挨骂，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威胁我，可以公开我的错，继续害我。赵凯，如果你继续纠缠陈雨薇，学校会追加处分。陈雨薇，你现在倒是硬气，没了你哥的钱，你能撑几天？你没有兼职经验？没有，但我可以学，我能站班，能打扫，能晚班，工资可以低一点。你以前没吃过苦吧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想试试。先试3天，站不住就别来了。谢谢店长。富家女打奶茶挺有节目效果啊。陈雨薇，3号桌少冰，你又做成正常冰了，重做，钱从事故工资里扣。对不起，我马上重做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富家女陈雨薇吗？怎么不去高级餐厅了，改来奶茶店打工体验生活？怎么你别拍？为什么不能拍？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在朋友圈晒消费吗？怎么现在穿围裙就怕人看了？他是不是论坛那个假富家哥哥的？现在出来打工了，活该。你们要买就排队，不买别影响生意。买啊！我要10杯最贵的，让陈雨薇亲手做。毕竟以前都是她请我们，现在换她服务我们，也挺新鲜。慢点啊，大小姐，你以前不是说穷人才做服务员吗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烫到就用冷水冲一下，别影响后面订单。陈雨薇，说句话呀，你哥知道你现在在奶茶店打工吗？他是不是终于不给你钱了？知道。他不给我现金了，因为我以前骗他。我现在出来打工是还我自己欠的钱。你装什么可怜？我不可怜，我以前确实丢人，但我现在靠自己挣钱不丢人。今天被人拍了，影响店里生意，按理说我不想留你。店长，我可以少拿点工资，我会学快一点，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你以前那些事儿我不管，但在我店里，别哭别闹，不能干就走。我能干。今天4小时，施工工资60，扣掉做错2杯，剩48，明天继续来。以前1杯奶茶都不止这个钱。随手请人吃饭就花几千，哥，我今天挣了48，钱真的很难挣。知道难就别再糟践。
陈方向东，你以前真没系统学过？没有，以前只会出力气。你这双手很稳，肯练，以后能吃技术饭。老陈早说这小子行，满分。这汉凤确实漂亮，他以前就是把劲要转技术工了。还早，证还没拿。别谦虚，你以前1年挣18万，16万给你妹妹，现在你要是把这股狠劲用在自己身上，不出2年你就不是普通小工了。周叔，我以前总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只要语密读出来，我苦点也值。现在才发现我也能学。当然能，你妹妹能上大学，你就不能学技术？你也是人，不是给她垫脚的砖。你手怎么了？奶茶溅到了，没事。你以前真的没吃过这种苦吧？没有，我以前还看不起兼职的人，擦点别感染了。你不讨厌我吗？讨厌以前确实挺装，但你现在愿意去打工还钱，比继续骗你哥强。喂，你火了，这次不是富家女人设，是励志人设。随你怎么说，我以前骗了人，也骗了自己。你要发就发，你以为认错就没事了？赵凯的钱你还得起吗？至少不会再拿我哥的钱。哼。这不得庆祝一下？等证拿到再庆祝。哥，我看到你发朋友圈了，你考试满分。恭喜你，哥，我今天挣了48，我以前花你的钱真的太随便了。赵凯的钱我会自己想办法，我不会再让你还。但我这个月饭卡能不能按你说的每天充？我怕我自己又犯糊涂。可以，每天早中晚各充1顿饭。你要是真想改，先把饭吃明白，把课上明白。好。心软了？不是心软，是他终于知道自己该被管。赵凯这回麻烦大了，听说他让好几个女生贷款给他买东西，陈雨薇不是第一个。陈雨薇，是不是你又跟辅导员乱说了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你别忘了，你那些聊天记录还在我手里。你要敢继续配合学校，我就让所有人看看你以前怎么倒贴我。你发吧，我以前虚荣、撒谎、倒贴你，拿我哥的钱装富，这些我都认。但你诱导、借贷、威胁、曝光、骗别人消费，也别想跑。赵凯也让我贷款给他买过手表，他说只是临时周转，结果后来不认账。我怕丢人，一直没敢说。你愿意把你和赵凯的完整聊天记录提交吗？包括你自己说过的不体面的话。提交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更难堪，赵凯存在诱导和威胁行为。当然，你自己的消费责任也不会因此消失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再说自己完全无辜，我只想把账算清楚。你哥还帮你吗？他帮我读书，但不帮我装富了。我现在觉得这样挺好。哇！陈向东，向东是我认识的一个小包工头，最近有个焊接活，要求高，钱也给的高，我推荐你去试试。我刚学，能行吗？你不是，永远只是刚学。你妹妹那边现在有规矩了，你也该往前走。陈雨薇给赵凯花钱，全是自愿倒贴。苏曼妮，你确定要作为证人说明情况？确定。陈雨薇给赵凯花钱，确实是他自愿。他以前一直说自己家有钱，说哥哥很宠他。他为了追赵凯，主动买手机、请客、送礼物。现在人设塌了，就反咬赵凯，诱导他，这不公平吧？老师，我承认我发论坛不对，但借钱和消费是陈雨薇自己愿意的，总不能他没钱了就把锅都扣给我吧？陈雨薇，你敢说你不是为了装富才请客？你敢说你不是为了让赵凯喜欢你才买手机？你敢说你哥的钱不是被你主动挥霍掉的？陈雨薇，你可以回答。我承认，我确实虚荣。确实主动请客，也确实为了赵凯买过东西，这些是我的错。但我承认我的错，不代表你们没有错。赵凯用聊天记录逼我还钱，苏曼妮明知道我靠哥哥供养，还一直怂恿我请客。你们不是受害者，你们是看我蠢就一起把我当提款机。你截图？是，以前我截图是为了发朋友圈，现在我截图是为了把账算清楚。这些能说明什么？我只是开玩笑。发论坛，诱导分期，承诺以后归还，已经足够学校进一步调查。赵凯、苏曼妮，你们还是撑了上学费，你们还需要配合交更多聊天记录。如果存在多人类似情况，学校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老师，我只是开玩笑，而且陈雨薇以前也没少看不起别人，她现在装可怜，你们就信她？老周，你这徒弟可以啊，这道焊缝比我手底下干了几年的都稳。我说了，他行。活不错，这批活你跟着干，按技术工算钱，一天400。400？以前我干小工，一天100多。那就好好干，会技术的人饿不着。还惦记妹妹？惦记，但不能只惦记她了，我也得把自己过起来。哥，这是我还你的第一笔。哥，这是我还你的第一笔。哟，丫头还钱了？
4小时试工，挣了120，给我转了50。收吧，你不收，他就还以为哭一哭，说2句对不起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你收下，他才知道欠就是欠，亲哥也得还。心里舒坦点没？不舒坦，但踏实点了。至少他终于知道钱不是从我口袋里长出来的。你哥收了，收了。他说这不是还完，是开始。你难受吗？难受。以前我总觉得他的钱给我就是应该的，现在我挣了120，转给他50我都舍不得。可他1年给我16万的时候，从来没说过舍不得。真的打算全还，还不完也得还，不然我永远只是在嘴上说对不起。雨薇，今天怎么不背你那个3万8的包了？哦，我忘了，高仿也要花钱保养。那个包我卖了。卖了？钱呢？还我！我会还你该还的部分，但你诱导我分期，我发论坛的事儿，学校也会查清楚，少1分我不赖，多1分你也别想讹。陈雨薇，你现在挺硬气啊，靠你那个搬砖哥哥撑腰。是，我有个在工地干活的哥哥，以前我嫌他丢脸，现在我知道丢脸的是我。陈雨薇，你之前旷课太多，这节课能听懂多少？听懂1半，剩下的我课后补。下课来办公室，我给你列补习章节。你再这样混下去，真要留级。谢谢老师。现在装好学生了，人设换得挺快。陈向东，你实操满分，理论也别拖后腿。技术工不是只靠手稳，规范安全图纸。老师，我识字慢，您再给我2天。肯学就行，你这年纪在网上学比年轻人辛苦，但真学出来，吃的饭也比小公公。我记住了。你妹妹大学听课，你工地夜校听课，你们兄妹俩倒是一起补课了。你脚怎么了？擦点，别感染了。没事儿，你以前真的没吃过这种苦吧？没有，我以前还看不起兼职的人。你以前确实挺装，但你现在愿意去打工还钱，比继续骗你哥强。谢谢。哥，你也在读书啊？你能读，我也能读。以后别拿大学生身份看不起人，书读不好，人也做不好，学历只是纸。你真变了。还没，只是刚开始不骗自己了。赵凯这回麻烦大了。赵凯，你不是说只让我一个人帮你吗？你还说以后会还，原来你对谁都这么说。你们自己愿意花钱，怪我一个个现在装受害者，当初不都想攀我？赵凯，如果你继续公开羞辱同学，处分会继续加重。苏曼妮不是一直帮赵凯说话吗？他估计早知道赵凯怎么骗人，他以前也没少怂恿别人请客。被人议论的滋味，我知道。今天状态不错。我想把周3晚班换成周末，周3晚上有补课，我之前旷课太多，再不补会挂科。你不是急着赚钱还债吗？急，但我哥供我读学，不是供我打工的。如果为了还钱又把课挂了，还是本末倒置。行，周3晚班给别人，你周末多上2小时。你就是那个假富家女吧？现在挺励志啊。您的少糖乌龙，以前的事儿我认，现在的活我也干。这姑娘稳了一点。这批活干得漂亮，以后这种技术活你跟着老周来，1天450，干得好还有奖金。向东出息了啊，以后得叫陈师傅了。周周想继续学图纸、预算管理，我都想学。好小子，这才像要翻身的人。哥，我交不上学费了。我没有骗你，我兼职的钱还不够，赵凯那边也还没处理完。这次没编竞赛费，没编资料费。没有，通知是真的，宋老师也在这里。哥，学费我交，直接交学校，不经过你手。另外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个周末跟我去工地。去工地？可是如果同学看见……你还是怕同学看见？我怕，但我去。哥，我知道我没资格再嫌工地丢脸，我只是
还没完全改掉以前的毛病，但我愿意去。学费交了，路也给你留着，能不能继续走，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就是向东妹妹。周叔好。以前听说你嫌你哥丢人，穿上。工地上嫌谁都行，别嫌安全规矩。你哥以前为了给你凑学费，发烧39度还来上工，从架子上摔下来，腿青了一大片，第二天照样干。他说妹妹要读书，不能歇。这只袋子怎么这么眼熟？这是校门口那只。雨薇，好好读书，哥再苦也供你。那天你把东西打翻，他回来一句都没骂你，他只说电脑摔坏了不打紧，再攒钱买。周叔，我哥他是，以前他舍不得买包，啥都用这个装，给你买衣服，给你买吃的，给你攒学费，都装这里头。我以前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可最丢脸的人是我。你哥以前真能拼，有次发烧39度，老周让他休息，他不肯。他说你要交学费，再歇一天就差100多。还有一次，从脚手架下来摔了，腿青了一大片，第二天照样来。他以前说不累，全是假的。哥，对不起。现在知道了，知道就记住，别今天哭完，明天又忘。陈向东，这批焊接件抽检合格率100%。老周说你不仅手稳，还懂得按图纸检查问题，都是周叔教的好。少给我戴高帽，活是你自己干的。后面这批活你来带一个小组，暂时算班组负责人，以后大家叫你陈工也不算过分。陈工，以后多照顾兄弟们啊！陈工请客。这是你妹妹，小姑娘，你哥手艺不错，人也踏实。他要是继续学，往后不只是班组长，做技术负责人都有机会。我哥一直都很厉害，是我以前眼瞎。吃得惯吗？吃得惯，比我以前浪费的钱干净多了。哥，我知道这个数很大，我可能很多年都还不完，但我会还。兼职的钱，我每个月留吃饭和还赵凯合理钱款，剩下的都还你。以后奖学金、实习工资也都算进去。我没让你把10几万都还给我，以前给你的学费、正常生活费是我这个哥哥愿意出的，但你骗我的那些钱、装富的钱、酒吧钱、给赵凯花的钱，你得还。不是为了我收回多少，是让你记住，撒谎是有代价的。那我把账重新分，该算的一笔不赖，不该算的我也不会再拿来哭穷。这才像话。抹点，别明天走不了路。谢谢周叔。今天看见你哥被人喊成功，心里啥滋味？骄傲也难受。我以前只看到他身上的灰，没看到他靠这身灰养活了我这么多年。现在看见也不晚，怕的是看见了还装瞎。我不装了，周叔，我以前真的很坏吧？坏不至于，蠢、虚荣、没良心。不过人要是知道自己没良心还有救，怕的是没良心还觉得全世界都欠他。我以前就是那样。那就改。哥，你真的往前走了。他替赵凯说了谎，满意。苏曼妮，你之前说陈雨薇给赵凯消费全是自愿，但我们查到你多次在群里怂恿他请客、送礼、分期，还以富家女人设塌掉为威胁，让他继续消费，这些你怎么解释？朋友之间开玩笑而已，他自己爱面子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也怂恿过我，你说不送赵凯礼物就说明我家境不够，后来我贷款买了手表，你还把我没钱的事发群里笑过，说穷人别混富二代圈子。你满意了？要不是你装富，谁会逼你？你自己想进这个圈子，现在怪我们？我怪我自己，也怪你们，这两件事不冲突。苏曼妮，你的问题学校会继续调查，如果涉及霸凌、恶意传播、诱导消费，都会处理。陈雨薇，你以为你现在赢了？你以前骗钱装富的事永远洗不干净，就算我被处分，你也还是那个不认农民工哥哥的白眼狼。
我洗不干净，所以会一直记着。但你也别想用所有以前的错遮住你现在的错。我装复试错，错了就认，欠了就还，这是我哥教我的。你哥？他谁呀？不就是那个满身灰的工人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他是满身灰，但比我们都干净。你今天不去兼职？周3晚上补课调岗，老板帮我调到周末了。你现在真像学生了。我本来就该是学生，以前太忙着演富家女，忘了自己来学校干什么。临时的，还得继续学。哥，恭喜，我也会继续学。别只说，看成绩。4部全补，压力真大。他以前旷那么多课，活该。听说他现在打工还债，哪有时间复习？陈雨薇，现在害怕了？怕就对了。你前面欠了太多课，不是坐第一排几天就能补回来的。但你如果愿意学，我可以给你列复习重点，能不能过，看你自己。老师，我愿意学，每天至少4小时，少1小时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后果。谢谢老师。雨薇，你睡会儿吧，你明天还要上早课。这章没看完，我以前欠下的太多了，你别把自己逼垮。我哥以前发烧39度还上工，我只是看结书，没资格喊苦。不会就问老师，别自己死扛。我以前学焊工，第一次也看不懂图纸。没人天生会，但逃课的人永远不会。这里不能图快，角度偏一点，后面验收就麻烦。我先示范一遍，你们看清楚。陈向东，公司下个月有个工程管理培训名额，本来是给老员工的，我想推荐你去。愣啥？学费你答应啊，另一半自己承担。我愿意。好，以后别只会干活，也要学会管活。我报名工程管理培训了，学费我自己出一半。哥，你一定能学好，以后你也要有自己的学历、自己的本事、自己的日子。你能这么想，就说明这趟工地没白去。哟，假富家女也来补考，你不是改过自新了吗？怎么还跟我做一个考场？你以前什么样，大家都知道。就算你今天考过了，也洗不掉你以前不认亲哥的事。洗不掉，所以我没打算洗，我只是来补我欠下的课。所有手机关机上交，补考不是形式，发现作弊，成绩作废，按校规处理。现在开始考试。捡起来，答案给你了，你帮我把第3大题写完整，别装清高。你以前骗你哥10几万，现在装什么好学生？老师，什么事儿？这里有小抄，不是我的，我请求老师调监控，也可以检查笔记和纸张来源。你少血口喷人！你以前骗钱装富，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带的小抄？现在想栽赃我？我以前错过，但今天这张纸不是我的，以前的错我认，今天没做的事儿我不认。苏曼妮，考试资格暂停，跟我出去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就算考过了，你哥也还是那个满身灰的农民工。我哥不丢人，作弊还栽赃的人才丢人。你补考别慌，能写多少写多少，别作弊。哥，我没有作弊，有人给我小抄，我交给老师了。这比考多少分都重要。你别看了，苏曼妮是想拖你下水。他说的有一部分是真的，我以前确实很难看，但他作弊也是真的，所以我不去论坛吵，老师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现在最该等的是成绩。要不要找老师问问？有时候复核能补回来。我会申请复核，但如果真是59，我认。高数59分，你想复核？想，但不是求老师加分，我只是想知道错在哪儿。以前也有学生拿着59分来找我，开口就是老师求你。以前的我可能会求，甚至会编理由，但现在我知道不该过就是不该过。如果是我没学会，我下次再考。坐下，我们一题一题看。这里你公式写对了，结果算错，扣3分。这里过程有一步漏写，扣2分。最后这题，等等，这道题批错了，你方法不标准，但逻辑成立，应该补3分。你过了，不是我送你的，是复衡规则。别谢我，谢你这次没有作弊，也没有求情。陈雨薇，下一次别再把自己逼到59分边上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这也是来学管理的，看着像刚从工地下来，字都写不利索吧，还学图纸预算。这处节点，
教材上说可以按常规焊接流程走。你说，老师，这里如果按常规流程走，现场吊装时容易偏位。我前几天干过类似活，这里应该先临时加固，再焊主缝，不然返工风险很大。教材都没看明白，就开始质疑老师了。你叫什么？陈向东。陈向东说的对，教材是标准条件，但现场有吊装偏差，这里确实要先做临时加固，否则后期返工至少损失10万。这就是为什么管理不能只做办公室，真正干过活的人能看见纸面上看不见的问题。教材上按常规流程走。这里如果常规流程，吊装时容易偏位，不能图省事，返工是小事，出事是大事。设计院确认了，你指出的问题避免至少10万损失。公司决定，焊接小组负责人正式由你担任。我会好好干。我以前骗哥哥钱，嫌他丢脸，这些我认。但苏曼妮作弊栽赃也该认，不能因为我以前错过，他今天就没错。你哥能原谅你吗？你永远洗不掉。洗不掉，所以我不洗。我往后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提醒自己别再变回那样。他正式代班了，以前他有钱只给我，现在终于给自己了。成功，图纸您再看一遍。哥，你真的往前走了。这一次我不躲了，这一次是真的。成功，这里先焊接还是满焊？来，快滚蛋吧！他现在是成功了。来了，成绩单4门都过了，我想拿给我哥看。去吧，这次是真的吧？是真的，不骗他了。哥，补考成绩出来了，英语68，专业基础66，统计学62，高数复合后62，4门都过了，这次是真的。过了，过了，没有作弊，没有找人，没有求老师送分，高数复合是老师按规则来的。哥，你不夸我吗？我可以夸你这次没逃，只说明你把以前欠的一小部分补上了。下次期末别再让我看见补考名单，兼职别把课耽误了。钱要还，书也要读，别为了补一个错又犯另一个错。我记住了。陈向东，公司准备成立一个小工程队，专门承接焊接和现场整改活。我和老周商量过，你可以参与，前期不用出大钱，但要你负责技术和现场管理。你有手艺，也有现场脑子，缺的是经验和胆子。机会摆在这儿，看你敢不敢接。向东，你以前连给自己报3000块培训都心疼，现在有人给你录，你还要往后退？哥，你去。现在你不要再只为了我活了，你也该有自己的路。他终于不再只想着自己了。我接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只是带班，你要学着带项目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觉得丢脸。现在开始卖产洗白了，以前不是说不认识吗？假富家女终于承认哥哥是工人了。你要不要删了？有些人就是故意刺你。不删，我以前怕别人知道他是我哥，现在要是还怕，那我这段时间不就是白改了？陈雨薇，你现在挺会立人设，以前装富家女，现在装悔改女。你哥知道你拿他当洗白工具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拿他洗白。你妹发朋友圈了，有人截图发公友群了。这句话你等了不少年吧？以前等，现在不等了。这话说的硬气，不过他能发出来，也算有点良心回来了。希望不是一时冲动。不回复？不回。他不是发给我看的，他是发给他自己看的。
你现在是真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，妹妹要管，但我的路也得往前走。陈雨薇，你发你哥照片，经过他同意了吗？以前嫌他丢脸，现在想靠他卖惨，你哥真可怜，被你骗钱，还要被你拿来立人设。我没有经过他同意，这点是我没想周全。承认了吧？所以我会删掉照片，但我不会删掉那句话。陈雨薇，今天下午学校有家校沟通日，你哥哥如果方便可以来，不是为了让你证明什么，而是你的学习、兼职、还款计划都需要和家属同步。哥，下午学校家校沟通日，你愿意来吗？不用换衣服，真的不用。我下工就过去。宋老师，哥，陈先生，辛苦你特意过来。不辛苦，我下工早，刚好赶上。哥，你坐。陈雨薇这段时间变化很明显，4门补考已通过，出勤恢复正常。赵凯和苏曼妮相关问题，学校也已按程序处理。他有没有在撒谎要钱？目前没有，生活费也按你们约定执行。不过他的学业基础仍然薄弱，后续不能松。我也不会再因为他哭就乱给钱。你愿意当着老师的面把你们约定的内容再说一遍吗？学费我哥直接交，生活费一半我自己挣，一半他补。以前骗他的钱我自己还。这就是他哥，就是那个工地哥哥。陈雨薇，你哥还真穿工装来了。你不是说不用换衣服吗？现在不觉得丢脸了？我穿工装来是因为我刚下工，工地的活不等人，我也没觉得这身衣服见不得人。我又没问你，你问我也一样。我以前觉得丢脸，现在不觉得了。你真能装，随你怎么说。但我哥今天来学校是参加我的家校沟通，不是来给你取乐的。苏曼妮，你的处分复查材料还没交，有时间在走廊嘲讽别人，不如先把自己的问题说明清楚。哥，今天谢谢你来。我是你哥，你真正想读书，我就会来。以前你来，我嫌你丢脸；今天你来，我才知道，愿意来的人有多难得。这是我这周兼职赚的，扣掉饭钱和打印资料的钱，剩下300，我先还你，不是求你原谅，就是还账。你说过，欠就是欠。收了，但以后别为了还我不吃饭，人要先站稳才能还债。我知道。陈工，今晚不赶完，明天验收谁负责？停工。你才当几天负责人，就拿鸡毛当令箭？这里少加固，吊装偏差会压到主缝。所有人员，3号钢架暂停施工。这里必须先加固。该拦的拦住了。整改后的受力完全合规。这是应该的，算你厉害。差点出事，拦住了。守住了。项目部决定奖励5000元。真厉害！想什么？在想以前拿到钱，第一个想的是雨薇缺什么，现在想的是工程管理后续课程费还差多少。这就对了，你不能一辈子只做别人的后盾，你也得做自己的山。这钱我先交培训费。你哥越来越厉害了。他本来就厉害，只是以前我只会拖他后腿。哥，恭喜你，5000块奖金先别给我买东西，也别想着帮我多充饭卡，你拿去交培训费或者投工程队，这次先给你自己。知道了，你把期末考好，就是不给我添乱。你这段时间恢复的不错，但期末不能松。你如果能保持出勤和作业，争取不再挂科，学校可以考虑给你一次勤工数学岗位申请机会。勤工助学，校内岗位收入不高，但稳定，也不会影响学习，比你天天晚班站到深夜更适合。我愿意申请。申请条件之一是家属知情，你哥哥要不要连线？宋老师，陈先生，陈雨薇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继续被全包，也不是彻底被放弃，而是有边界的支持。我懂，管但不养废的。管但不养废我，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哥，我记住你说的了。
向东，前期你不用出大钱，但你要出技术、出管理、出责任，这条路比单纯干活难。出错了，不只是扣工资，是要担事儿。我以前最怕担事儿，现在我知道怕也没用，人要想往前走，总得担点事儿。这才是成功。哥，我也签字了，以后我的生活我自己也担一部分。好，各走各的路，都别回头骗人。各走各的路，都别回头骗人。哥，这次我不会再回头了。我被学校记过，赵凯不管我了，你帮我跟宋老师求个情。陈雨薇，你去跟宋老师说，就说我不是故意作弊，小抄也是别人塞给我的。你一句话，宋老师肯定会重新考虑。那不是事实，事前跟我讲事实。你以前骗你哥的钱，庄副家女不认亲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讲事实？所以我才不能再帮你撒谎。我以前撒谎把自己的人生弄成这样，现在你让我替你撒谎，是想让我再回去一次。雨薇，我真的不能背这个处分，我妈会打死我的。我以后评奖、实习、找工作都会受影响，你帮我一次就一次。你现在怕影响以后，那你把小叉踢到我脚边的时候，想过我的以后吗？我不会踩你，也不会落井下石，但我不会替你求情。你就是陈雨薇吧？我知道你家里困难，这是1万块钱，你去跟宋老师说，我女儿没想栽赃你，就说那天是误会。1万块，坚持很久也挣不到这么多。别装了，你以前不就是为了钱才骗你哥吗？现在钱摆在面前，你还端什么？阿姨，我以前为了钱丢过脸，所以现在不能为了钱再丢一次。我女儿要是因为你被处分，我不会放过。苏女士，这句话我听见了，请你跟我进办公室。宋老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陈雨薇，把刚才的情况写一份说明。好，以前为了钱丢脸，以后不能了。哥，这次我没有。陈向东，你以前就是个小工，现在刚会看几张图纸就敢出来接项目，你这报价太实在，不会做生意。哪里不对？刚才等级往下换档，检测少做2项，表面焊漂亮点，甲方看不出来，这样利润至少多3成。不错，你这人真不会发财，难怪以前只能扛水泥。我以前扛水泥也没扛过亏心斧。行，你清高，我倒要看看一个连亲妹妹都管不好的工地小工，甲方敢不敢信？妹妹骗钱装富，哥哥能有多诚信？陈向东，这批焊接件抽检合格率100%，一个家里连妹妹都能骗哥哥的钱，这工程款、材料款，谁敢保证干净？我妹妹以前做错过事，她骗过我，也嫌过我丢脸，这些我不否认，但她的错不会变成我偷工减料的证据。你们可以查我的焊缝，查我的材料，查我的报价，查我每一道施工记录。工程不靠嘴，靠数据，靠验收，靠责任。如果我的活不合格，我退出；如果我的活合格，何彪必须当面道歉。又来了，又是我的错。宋老师，我以前做过的事被人拿去攻击我哥了，我想去说明。你要想清楚，你去了就等于把那些旧事再当众说一次。我知道，可我不能让他再替我的错背锅。以前他在学校被我拖下水，这次我得自己站出来。以前我让他丢脸，这次我不能让他丢项目。陈向东工程队提交样件，焊缝合格，材料合格，施工记录完整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说明一件事，帖子里那些事儿是真的。我以前骗我哥的钱，冒充富家女，不认他这个哥哥，那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我现在在还债，在读书，在补以前欠下的课。我哥没有骗过我1分钱，是我骗他。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但请相信检测报告，相信他的活。陈工，你妹妹比网上那些帖子里成熟多了，项目交给你们，我看的是结果。何彪，道歉。陈工，对不起。你又想给你妹妹转过去？以前拿到钱，第一个想的是她缺什么。这次先给自己。这次换我支持他。哥，你的钱先属于你，我的学费你按规矩交。爸妈，我以前把哥哥当提款机，我错了。我现在在还钱也还良心。
可能很慢，但我会一直还。爸妈，我也错了，我把他惯坏了，也差点把自己过没了。以后我还会管他，但不会再把他养废，我也会把自己的日子过起来。学费我继续直接交学校。第二，住宿费我直接交学校。第三，生活费一半你自己挣，一半我补。第四，每学期成绩单必须给我看。第五，兼职不能影响学习。第六，赵凯和以前虚荣消费欠下的债你自己还。第七，毕业后我不再承担你的生活费，这些不是为了控制你，是为了让你学会自己活。这一刻不是和好如初，而是重新开始。做工程不能只会看现场，预算、合同、安全责任一项都不能落。听说他以前就是搬水泥的，可人家现在带项目了。陈庆东，你来说说，昨天案例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施工方为了省钱换材料，监理没有留痕，甲方验收只看表面，最后出了事儿，谁都想推，所以工程从第一天开始就要把规矩写清楚。其实做人也一样，没有边界就会互相拖垮。把规矩写清楚，不是不亲，是为了关系还能继续。勤工助学岗位审核通过，每月补贴不多，但够你基本生活的一部分。记住，学习优先。我想继续读书。哥，你报名，这次换我支持你。陈雨薇，下周家属开放日，你要邀请家人吗？要，我邀请我哥。这次不怕同学看见了，以前怕，现在不了。我哥不丢人，我也该学会不躲。哥，下周学校家属开放日，你来吧，穿工装也可以。这一次，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介绍你。工程队第一次正式验收也在下周同一天。向东，这次验收很重要，小工程队第一单能不能打出口混，就看这一次。你学校开放日和我工程验收撞上了。哥，你去验收，以前我总让你围着我转，学费、生活费、面子，什么都让你替我兜。这次不一样，你先把你的路走好。验收结束，我赶过去。赶不上也没关系，你不用再为了我放下自己的事儿。丫头这回说人话了。这次她真相长大了。陈工，今天可别出差错。材料合格，焊缝初检合格，记录完整。等一下，3号样制旁边的支撑件再复测一次。不是质疑您，是这批件运输时受过震动，表面没问题，但支撑角度可能有轻微偏差。确实偏了0.8度，不严重，但如果直接安装，后期可能影响受力。先别签，整改完再验。工程不是为了今天好看，是为了以后不出事儿。陈工这话我认，你们队我放心。管活不是让人听话，是在该拦的时候拦住。验收顺利，但要整改复测，我可能晚点到。你哥呢？不是说要当众介绍他吗？怎么临到头又觉得工地哥哥拿不出手了？他在工程验收，他有自己的事业。事业不就是工地活吗？说的跟大老板似的。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才错得那么离谱。我不认识你，陈雨薇，这才是你真正该介绍的哥哥吧？老师，让他放完吧。这姑娘以前也太伤人了。哥哥那么辛苦供他，他还不认。以前论坛传过。宋老师，你确定让他放完？确定，这是我做过的事儿。我不能每次都只想让别人看我现在变好了，以前的我也该被看见。后来我哥断了我的现金，学费他直接交学校，饭卡他按参充，生活费让我自己挣一半。我以前以为他是在报复我，现在才知道他是在把我从黄里拽出来。这是我现在做的事儿，不是为了让大家原谅我，只是因为我欠了就该还，错了就该改。哥，我来晚了。没有，你来了就好。
他15岁辍学，去工地打工，供我吃饭、穿衣、上学。那天他刚发奖金，给我买了电脑、羽绒服、吃的，还带了学费。但他穿工装丢脸，嫌他满身是真的。我以前真的很虚荣、很自私，也很没良。我不是来洗白的，我曾经不配当他的妹妹。陈雨薇同学的过去，学校不会替他抹掉，但学校也会看到一个学生是否在真实承担后果。今天这段视频不该被拿来恶意羞辱家属。真正丢脸的不是贫穷，是靠别人血汗装体面，却嫌弃那个流汗的人。这是我哥哥陈向东，他是工地出身，也是工程队技术负责人，更是把我从小供到大的家人。他不丢人，以前嫌他丢人的我才丢人。陈先生，欢迎你来做学校。谢谢宋老师这段时间管他，他要是再犯该批评就批评，不用给我面子。哥，辛苦了。你也一样，继续走，别停。学校有一个进步奖学金候选名额，我想推荐你，但你要自己做公开答辩。陈雨薇，你的成绩并不是最优秀的，你申请的是进步奖学金，不是贫困捕捉。你认为自己凭什么获得这个候选资格？凭我这学期没有再逃课，凭我4部补考全部通过，凭我在勤工顾学岗位上没有迟到早退，凭我把以前虚荣消费欠下的债一笔笔列出来还，也凭我终于承认自己以前错得很难看。你不怕这些过去影响评审？怕。进步不是说我现在变成了多好的人，是我没有再继续做那个坏的人。如果这笔奖学金发给你，你会怎么用？1/3买学习资料，1/3还哥哥，1/3存起来作为下学期基本生活备用。我不会再用任何1分钱去撑虚假的面子。答辩结束，账做得不错，第一单利润不算大，但口碑打出来了。甲方追加了一个整改项目，指定你们队来做。向东稳了，先把工人工资结了，再留一部分材料周转，该交税交税，该进账进账。你现在真像个管项目的人。一个项目能不能长久，剩下的不看你今天拿走多少，看你有没有把该担的责任担起。不管能不能拿奖，我都没有说假话。这比拿奖重要。如果拿到奖学金，你报名成人大政要不要用？咋了？没啥，就是觉得他终于知道支持别人不只是要钱了。哥，奖学金下来了2000，我按计划分了，这是给你的钢笔，不贵，120，用我自己挣的钱和奖学金买的。你自己留着也行。以前我花你10几万买虚荣，现在我花120买真心。这笔钱我花的踏实。那我收了。哥，你以后读书别怕别人笑你年纪大，你以前供我读书，现在你读书我也会支持你，虽然我能给的不多。爸妈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雨薇开始长大了，我也要开始读书了。几年后，大学毕业典礼，我以为哥哥会穿西装来。哥，你赶来了。项目临时有点事儿。雨薇，这是你哥哥。对，我哥哥陈向东，工程项目负责人，也是把我供到今天的人。进去吧，别误了典礼。今天我要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真相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哥哥陈向东。他15岁辍学，去工地打工，满身泥灰，满手老茧，把我从小供到大学。我曾经嫌他丢脸，嫌他穿工装来学校，嫌他背着蛇皮袋给我送学费。我甚至当众说我不认识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身上的灰是给我挣学费沾上的，他手上的伤是供我读书留下的。真正丢脸的是我曾经靠他的血汗钱装体面，却嫌他不体面。哥，对不起，你一直都不丢脸。哥，这次是真的。毕业了，我也投了简历，没有让你托关系，我想自己找工作。需要帮忙，我可以教你看合同、看社保、看工资结构，但工作你自己面。我知道，管蛋不养废我。雨薇这几年变化的很大，他自己走出来的，我只是没再让他继续躲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以前我会怕别人看见这身灰，哥，你一直都不丢脸，不撒谎，不装，不拿别人血汗换面子。我记住了。我还得回项目上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，用我自己工资预支的第一笔钱。我曾经以为体面是名牌包，是高档餐厅，是别人羡慕的眼神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真正的体面是哥哥满身灰也敢挺直腰。成功！是我终于敢承认，他就是我哥，是欠了就还，错了就改，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嫌真心丢脸。